欢迎来到茫茫书海频道，一起来听听看看我在愚人节穿越了。严笑笑在愚人节当天收到一封神秘邀请函，参加时空穿越体验活动。他以为是朋友的恶作剧，却在按下确认键后真的穿越到了古代。您收到一封时空穿越体验邀请函，点击确认即刻开启奇妙旅程。电脑屏幕上突然弹出的这行字让严笑笑停下了正在敲击键盘的手指。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，眯起眼睛看着这行闪烁的彩色文字。愚人节玩笑，他自言自语道，顺手拿起手边的马克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咖啡。今天是4月1日，整个上午他已经被同事们的各种恶作剧搞得哭笑不得。从电脑鼠标被涂成粉色，到办公椅被调成最高，再到抽屉里突然蹦出的弹簧蛇。严笑笑，26岁，一家广告公司的平面设计师，以冷静理智著称，却总在愚人节这天成为同事们恶作剧的重点目标。谁让他平时太过严肃，连笑都像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呢？这次又是谁的杰作？他环顾四周，办公室里的同事们似乎都在专心工作，没人注意他这边。他移动鼠标，准备关闭这个突然弹出的窗口，却发现没有关闭按钮。请确认您的参与意愿，体验仅限今日有效。窗口下方是一个大大的红色按钮，上面写着确认穿越。严笑笑嘴角微微上扬，这个恶作剧做得还挺用心，连按钮都设计得这么有模有样。他看了看手表，距离午休还有10分钟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陪他们玩玩。好吧，让我看看你们准备了什么惊喜。他小声嘀咕着，点击了那个红色按钮，屏幕突然全黑，然后爆发出刺眼的白光。严笑笑下意识闭上眼睛，却感觉一阵天旋地转，仿佛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漩涡。他的耳边响起奇怪的风声，身体轻飘飘的，像是失去了重力。搞什么？他刚想说话，却发现自己发不出声音，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攫住了他的心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1分钟，也许是1小时，严笑笑终于感觉到脚踏实地的触感。他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，刺眼的阳光让他不得不抬手遮挡。当视线逐渐清晰时，严笑笑震惊地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古老的石桥上，桥下是清澈的流水，两岸是郁郁葱葱的柳树，远处隐约可见青砖灰瓦的古建筑群。这是哪里？他环顾四周，完全陌生的环境让他心跳加速。更让他惊恐的是，周围的人都穿着古装，长袍大袖，束发戴冠，有几个经过的人还好奇地打量着他。我是在做梦吗？严笑笑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，疼痛感真实的不容置疑。他低头看自己，还是那身上班穿的藏青色西装套裙，脚上是黑色小皮鞋，手里甚至还拿着那个马克杯。在这个古色古香的环境中，他显得格格不入。这位姑娘可是遇到了什么麻烦？一个清朗的男声从身后传来。严笑笑转身，看到一个身着墨蓝色长袍的年轻男子站在几步之外。他约莫25、26岁年纪，面容俊朗，眉目如画，腰间系着一条银白色的腰带，上面挂着一块温润的玉佩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头乌黑的长发，用一根玉簪松松地挽在脑后，几缕发丝垂在额前，为他增添了几分不羁的气质。严笑笑一时语塞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他的大脑飞速运转，试图理解眼前的一切。穿越？不可能，那只是小说里的情节。影视城？但周围的一切都太过真实，连空气中飘散的淡淡花香都如此真切。姑娘，男子微微皱眉，向前走了一步。他的目光在严笑笑身上扫过，对她奇异的装束和手中的奇怪容器露出疑惑的表情。我迷路了。严笑笑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，决定先顺着眼前的情况走。请问这里是哪里？男子眼中闪过一丝诧异，此处是临安城西的柳浪桥，姑娘竟不知。临安？南宋的都城？严笑笑的心跳得更快了。她强作镇定，啊，对，柳浪桥，我只是一时恍惚。
男子若有所思的点点头，目光却更加警惕，看姑娘装束奇特，口音也非本地人，不知从何处来。我是严笑笑，大脑飞速运转，我是从西域来的商人，路上遇到了劫匪，与同伴失散了。西域，男子挑眉，姑娘的汉话说的倒是极好，毫无口音。严笑笑暗叫不好，正想再编点什么，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王爷，几个身着统一服装的男子快步跑来，在蓝衣男子面前恭敬行礼，属下们找您半天了。王爷，严笑笑瞪大眼睛，他面前这个年轻男子竟然是个王爷。被称为王爷的男子微微抬手示意他们安静，目光却未离开严笑笑。姑娘既是西域商人，可有什么信物证明身份？严笑笑下意识摸向口袋，却只摸到了手机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掏了出来。周围立刻响起一阵惊呼，那几个侍卫甚至拔出了佩刀。妖女，一个侍卫厉声喝道，手中拿的是什么妖气？等等，这不是什么妖气。严笑笑慌忙解释，却见那王爷也后退了一步，面色凝重。拿下他！王爷沉声命令。严笑笑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就被两个侍卫一左一右架住了胳膊。他的马克杯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碎裂声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他挣扎着，却根本无法挣脱。王爷走上前，从他手中拿过手机，谨慎地翻看着，此物是何来历？上面这些符号是何意？那是手机，通讯工具。严笑笑急中生智，西域的最新发明。王爷将信将疑地按了一下侧边按钮，屏幕亮起，显示着他的锁屏壁纸，一幅现代城市夜景。王爷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差点将手机扔出去。这是何处的城池？为何建筑如此怪异？严笑笑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无法用常理解释的困境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决定赌一把。王爷大人，如果我告诉您真相，您可能不会相信。王爷示意侍卫稍安勿躁，目光锐利地盯着他，说来听听。我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严笑笑声音发颤，我来自1000多年后的未来，不知怎么就到了这里。周围一片寂静，连风声都似乎停止了。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，哈哈哈，好一个荒诞的故事！一个侍卫笑得前仰后合。王爷，这妖女编故事都不打草稿。然而王爷却没有笑，他凝视着严笑笑的眼睛，似乎在判断他话语的真实性。待他回府，最终他下令道：本王要亲自审问。严笑笑被压着穿过繁华的街道，路人的目光让他如芒在背。他注意到街边的建筑、行人的服饰、叫卖的商品，一切都那么真实，不可能是布景或道具。他们来到一座宏伟的府邸前，朱红色的大门上挂着萧王府的匾额。严笑笑被带进一间雅致的书房，王爷挥手让侍卫退下，只留下他们二人。现在说实话，王爷在书案后坐下，将手机放在一旁。你究竟是谁？严笑笑咬了咬嘴唇，我叫严笑笑，真的来自2025年。今天是愚人节，我以为那封邮件是同事的恶作剧，就点了确认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邮件？愚人节？王爷皱眉，这些词本王闻所未闻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，严笑笑苦笑，我自己都不敢相信。王爷沉思片刻，突然问道：你说你来自未来，那么你可知道明日天气如何？严笑笑一愣，随即想起自己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应用，他眼前一亮，我的法器可以预测天气。他指向手机，王爷犹豫了一下，将手机递还给他。严笑笑迅速解锁，调出天气应用，幸好还有历史数据。根据法器的显示，明天上午晴朗，午后会有短暂小雨，傍晚转晴。他照着手机念道。王爷挑眉，若你所言非虚，明日便知真假。在此之前，他拍了拍手，一个侍女应声而入，带这位姑娘去沐浴更衣，安排客房住下，好生看管，莫让她走了。严笑笑被带到一间精致的客房，侍女为她准备了热水和一套淡青色的衣裙。
当他独自一人时，终于忍不住瘫坐在床边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穿越了，他喃喃自语，看着窗外的夕阳，我要怎么回去？第二天清晨，严笑笑被侍女唤醒，被告知王爷要见他。他换上那套古装，虽然不太合身，但总比他的职业套装更适合这个时代。书房里，王爷正在写字，见他进来，放下毛笔。严姑娘，昨夜休息可好？严笑笑行了个别扭的礼，多谢王爷关心，休息得还行。他其实一夜未眠，满脑子都是如何回到现代。王爷示意他坐下，今日本王派人去查了你的来历，却一无所获。你既自称来自未来，不如说说你所知的历史，看是否与本王所知相符。严笑笑绞尽脑汁回忆中学历史课上的内容，现在是什么年份？绍兴12年，绍兴12年，那是南宋。严笑笑快速在心中换算，大约是公元1142年。这个时期，岳飞将军应该刚刚被冤杀，他小心翼翼地说。王爷猛地站起身，面色大变，你怎知此事？岳将军之事，朝廷尚未公告天下。严笑笑这才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，但为时已晚。王爷快步走到他面前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，你究竟是谁？是金国派来的细作，还是你真的来自未来？就在这时，窗外突然传来雨滴敲打屋檐的声音。王爷转头看向窗外，正是午后时分，天空飘起了细雨，与严笑笑昨天的预言分毫不差。王爷缓缓转身，眼中的震惊无以复加，你真的能预知未来？严笑笑不知该如何回答，只能轻轻点头。雨很快停了，正如他预言的那样。王爷，严笑笑现在已经知道他叫萧景明，是宋高宗的堂弟，对他的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。严姑娘，若你所言非虚，那么你对本王而言价值连城。萧景明的声音低沉而郑重，本王想请你暂时留在府中，作为本王的特殊顾问。严笑笑苦笑，我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。萧景明忽然笑了，那笑容如春风拂面，让严笑笑一时恍惚。放心，本王不会亏待你，只要你诚实相待，本王保你衣食无忧。就这样，严笑笑开始了他在南宋的特殊顾问生涯。萧景明每天都会询问他关于未来的事情，从政治格局到日常生活。严笑笑小心应对，尽量不透露太多可能改变历史的信息。一天下午，萧景明邀请他去花园赏花。春日的花园姹紫嫣红，美不胜收。严姑娘，你在未来是做什么的？萧景明突然问道。我是画师。严笑笑想了想，觉得设计师在古代最接近的职业就是画师了。萧景明眼睛一亮，当真？本王也酷爱书画，不如你为本王画一幅？严笑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侍女送来笔墨纸砚，她看着这些陌生的工具，一时无从下手。怎么？未来的画师不用这些吗？萧景明敏锐地察觉到她的犹豫。我们用别的工具。严笑笑灵机一动，从随身小包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和一个小素描本，幸好这些东西一直放在她包里。萧景明好奇地看着她手中的奇物，这是何物？这是西域的画笔。严笑笑开始用圆珠笔在纸上快速勾勒，虽然工具简陋，但它的基本功扎实。很快，萧景明的侧影便栩栩如生地出现在纸上。萧景明接过素描本，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这种写实的画风，这种流畅的线条，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。这太神奇了，他由衷赞叹，严姑娘的画技，本王前所未见。严笑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在我们那里，这只是基本功。萧景明突然抓住他的手，教我这种画法。严笑笑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了一跳，手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。萧景明似乎也意识到失态，连忙道歉。抱歉，本王太激动了。他耳根微微发红，只是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画技。严笑笑看着这个平日里威严的王爷，此刻像个见到新奇玩具的孩子，不禁莞尔。我可以教你，
不过需要合适的工具。你需要什么？尽管开口。萧景明豪爽地说。就这样，严笑笑开始教萧景明现代素描技巧。他让人按照他的描述制作了简易的炭笔，又教他透视和光影的原理。萧景明学得极快，不出几日，已经能画出相当不错的素描了。严姑娘真是位好老师。一天课后，萧景明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说道。严笑笑正在收拾画具，闻言抬头，正对上他含笑的目光。不知为何，他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。王爷过奖了，是您天赋异禀。他低下头，掩饰突然发热的脸颊。萧景明忽然轻声问道，严姑娘，在你那个时代，女子都如你这般特别吗？严笑笑愣住了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两人之间微妙的气氛。王爷，一个侍卫慌张地跑来，宫里来人传旨，皇上急召您入宫。萧景明面色一肃，可知何事？侍卫压低声音，听闻与岳将军有关。萧景明神色复杂地看了严笑笑一眼，匆匆离去。严笑笑站在原地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知道岳飞之死是南宋历史上的一大悲剧，而现在他可能正身处这个历史事件的中心。萧景明匆匆离去的背影消失在回廊尽头，严笑笑站在原地，手中的炭笔不知何时已经掉落在地。岳飞，这个在历史课本上读过无数次的悲剧英雄，此刻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。而他，一个来自未来的穿越者，就站在这段历史的现场。姑娘，要下雨了，回屋吧，侍女小翠轻声提醒。严笑笑这才注意到天边已经聚集起乌云，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。她弯腰捡起炭笔，跟着小翠往回走，脑海中却思绪万千。回到客房，严笑笑从随身小包里翻出手机，电量只剩下 15%， 她赶紧关闭了所有后台程序。屏幕壁纸上，现代都市的霓虹灯光此刻显得如此遥远。他点开相册，翻看着往日的生活照，公司的设计项目，周末的咖啡厅，公寓楼下盛开的樱花，喉咙突然一阵发紧。真的回不去了吗？他喃喃自语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边缘。窗外雨声渐大，雨滴敲打在青瓦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严笑笑走到窗前，望着被雨水模糊的庭院景色。在这个陌生的时空里，唯一让他感到些许安心的，竟是那个初见时对他充满怀疑的王爷。萧景明，他轻声念出这个名字，舌尖泛起一丝奇异的甜意。直到深夜，萧景明才回到王府。严笑笑被一阵轻微的敲门声惊醒，开门看到萧景明站在门外，脸色苍白，衣袍被雨水打湿了大半。王爷，他惊讶地低呼。萧景明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低声道：方便说话吗？严笑笑侧身让他进屋，点亮了桌上的油灯。昏黄的灯光下，萧景明的面容显得格外疲惫，眼下有淡淡的阴影。岳将军死了，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严笑笑心头一震，赐死风波亭。尽管早知道这是历史必然，严笑笑还是感到一阵心痛。他轻声道：我很抱歉。萧景明猛地抬头，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。你早就知道，对吗？你知道他会死，知道这一切会发生。严笑笑咬了咬嘴唇，点头承认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萧景明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。如果早知道，即使早知道，你也改变不了什么。严笑笑打断他，这是历史的轨迹。在我的时代，岳飞将军的悲剧早已写入史书。任何试图改变历史的举动，都可能引发无法预料的后果。萧景明沉默良久，最终长叹一声：你说的对。今日在朝堂上，我亲眼见证了秦桧那厮如何颠倒黑白，而皇上他摇摇头，没有继续说下去。油灯的火苗轻轻摇曳，在墙上投下两人交错的影子。严笑笑鬼使神差地伸出手，轻轻附在萧景明的手背上。他的皮肤冰凉，带着雨水的湿气。历史上会记住岳飞的忠勇，他轻声说，千年之后，人们仍在传颂他的故事，
唾骂秦桧的奸诈。萧景明反手握住他的手指，力道大的几乎让他疼痛，告诉我更多关于未来，关于大宋的命运。严笑笑犹豫了，透露太多历史会不会造成蝴蝶效应？但看着萧景明恳切的眼神，他心软了。南宋还会延续100多年，他谨慎地选择着词语，但最终会被北方来的蒙古人灭亡。萧景明的手猛地收紧，蒙古？那些草原蛮族？严笑笑点头，在我的时代，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。宋朝虽然灭亡了，但中华文明延续了下来，而且变得更加强大繁荣。萧景明陷入沉思，手指无意识地在严笑笑手背上轻轻摩挲。这种亲密的接触让严笑笑心跳加速，但她没有抽回手。严姑娘，萧景明突然抬头，目光灼灼地看着她，留下来，做我的谋士。有你预知未来的能力，或许我们能改变一些事情。严笑笑苦笑，王爷，我可能随时会回到我的时代。而且过度干预历史是危险的。那就教我，萧景明急切地说，教我你知道的一切。绘画、未来知识、治国之道，什么都好。他的热情让严笑笑既感动又无奈。在这个陌生的时空里，有人如此珍视他的存在，这种感觉既新奇又温暖。我会尽力，他最终承诺道，在我还在这里的时候。萧景明露出今晚第一个真心的笑容，眼角的细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温柔。谢谢你，严笑笑。这是他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，不带任何头衔或客套。简单的3个字，却让严笑笑心头一颤。语声间歇，萧景明起身告辞。走到门口时，他突然转身，明日我休沐，可否继续教我那种西域画技？严笑笑点头应允，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，才轻轻关上房门。他靠在门板上，手抚胸口，感受着那里异常的跳动。这不对劲，他对自己说，我不能对一个古人动心，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。但心底有个小小的声音反驳道，万一回不去了呢？第二天清晨，严笑笑被小翠唤醒，推开窗，雨后的空气清新宜人，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湿润的庭院里，折射出晶莹的光芒。姑娘，王爷命人送来这些。小翠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。严笑笑打开盒子，惊讶地发现里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绘画工具，上等的宣纸、各色颜料、粗细不一的毛笔，甚至还有几块他曾随口提过的矿物颜料。他记得严笑笑轻声呢喃，手指轻抚过那些颜料。昨天教萧景明画画时，他曾抱怨过古代颜料色彩不够丰富，没想到他竟记在心上，连夜准备了这些。梳洗完毕，严笑笑换上小翠准备的一套淡绿色衣裙，将头发简单挽起，带上那盒颜料和素描本，前往萧景明约定的花园凉亭。凉亭四周垂着轻纱，随风轻轻飘动。萧景明已经在那里等候，一袭月白色长袍，发丝用一根玉簪松松挽起，正在专注地研磨颜料。阳光透过轻纱，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宛如一幅活过来的古画。严笑笑站在回廊上，一时看得入神。这一刻的萧景明与初见时那个威严的王爷判若两人，浑身上下散发着艺术家特有的专注与温柔。站在那里做什么？过来啊！萧景明抬头，发现了发呆的严笑笑，笑着招手。严笑笑回过神来，走进凉亭。王爷准备得很充分，既要求教，自然要做足准备。萧景明示意他坐下，今日教我什么？严笑笑打开素描本，翻到一页空白。今天我们试试色彩。在我的时代，有一种叫水彩的画法。他开始讲解基础色彩理论，演示如何调色，如何运用水分控制色彩的浓淡。萧景明学得极快，不时提出犀利的问题，显示出惊人的悟性。试试看。严笑笑将笔递给他，萧景明接过笔，却摇头，我想先看你画完这幅。严笑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开始画一幅风景，正是眼前花园的一角。他笑了笑，继续完成画作。
现代水彩技法与古风意境奇妙融合，创造出一种独特的美感。太神奇了，萧景明惊叹，这种色彩的透明感，这种光影的处理，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工笔画。严笑笑有些得意，在我们那个时代，这已经是很基础的技法了。萧景明突然提议，画我。什么？画我？他重复道，用你的技法，画一幅我的肖像。严笑笑心跳漏了一拍，他犹豫了一下，点头答应。萧景明正襟危坐，摆出一副严肃表情。不用那么僵硬，严笑笑笑道，自然一点就好，像刚才研磨颜料时的样子。萧景明放松下来，恢复了那种专注而温柔的神态。严笑笑开始作画，时而抬头观察他的面容，时而低头勾勒细节。阳光、轻纱、花香，还有眼前这个如玉般的男子，一切都美好的不真实。好了，约莫1个时辰后，严笑笑放下笔，将画作递给萧景明。萧景明接过画，眼睛瞬间睁大。画中的他栩栩如生，不仅形似，更捕捉到了那种内在的神韵，眉宇间的英气，眼中的智慧，嘴角若有若无的笑意。最令人惊叹的是色彩的运用，光影的微妙变化让整幅画仿佛有了生命。萧景明声音微颤，这是我见过最什么？严笑笑歪头看他。萧景明抬头，目光炽热，最动人的画。不是因为他画技高超，而是因为他停顿了一下，因为我能感觉到，作画之人眼中的我，比真实的我更美好。严笑笑脸颊发热，我只是画了我看到的。萧景明突然伸手，轻轻抚上他的脸颊，你的眼睛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美。这个亲密的动作让两人都愣住了。严笑笑能感觉到他指尖的温度，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墨香与檀木气息。时间仿佛静止，只有微风拂过轻纱的沙沙声。王爷，远处传来的呼喊打破了这一刻的魔力。萧景明收回手，轻咳一声，何事？侍卫在庭外恭敬道，宫里来人，皇上召您即刻入宫。萧景明皱眉，知道了，转向严笑笑，声音柔和下来，抱歉，今日只能到此为止。严笑笑点头表示理解，目送他匆匆离去，手指不自觉地触碰刚才被他抚过的地方，那里似乎还残留着温度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严笑笑逐渐适应了王府的生活。萧景明政务繁忙，但只要有空就会来找他学习绘画或询问未来之事。他们的话题从艺术逐渐扩展到天文地理、科学文化，甚至政治军事。严笑笑谨慎地分享着不会太影响历史的知识，而萧景明则如饥似渴地吸收着这些来自未来的智慧。一个闷热的午后，严笑笑正在书房整理他教萧景明的笔记。突然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要下大雨了，他自言自语道，走到窗前准备关窗。就在这时，一道闪电划破天空，随即是震耳欲聋的雷声。严笑笑吓了一跳，手中的笔记散落一地。他弯腰去捡，却发现萧景明不知何时已经站在门口。王爷，他惊讶地直起身。萧景明快步走进来，帮他捡起纸张。我正想来找你讨论昨日那个地球是圆的理论，看来得等雨停了。话音刚落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，雨滴砸在屋顶和地面上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一阵狂风卷着雨滴从窗口扑进来，瞬间打湿了书桌。快关窗！萧景明一个箭步上前，与严笑笑同时伸手去拉窗扇。两人的手在窗棂上相碰，严笑笑像触电般缩回手。萧景明关好窗，转身看他，两人都淋湿了些许，显得有些狼狈。你头发湿了，萧景明轻声道，伸手拂去他额前的一缕湿发。这个简单的动作却让严笑笑心跳如鼓。雨声隔绝了外界的一切，书房里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人。萧景明的目光落在他脸上，缓缓下移，停留在他的唇上。严笑笑屏住呼吸，不自觉地抿了抿嘴唇。就在这暧昧的气氛即将达到顶点时，一道特别响亮的雷声炸开，吓得严笑笑惊叫一声，本能地扑向萧景明。萧景明顺势将他搂入怀中，
别怕。严笑笑的脸贴在他胸前，能听到他有力的心跳。他的衣袍被雨水打湿了一部分，却依然散发着温暖的体温和淡淡的熏香气息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否认对这个古代王爷的感情。雨越下越大，屋顶开始漏雨，水滴落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这里不能待了，萧景明松开他，去我房里吧，那里地势高，不会漏雨。严笑笑犹豫了一下，点头同意。萧景明脱下外袍撑在两人头顶，拉着他的手冲出书房，在雨中奔向主院。雨水打在头顶的衣袍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严笑笑的裙摆很快被雨水浸湿，凉意顺着小腿往上爬，但被萧景明握住的手却热得发烫。他们在雨中奔跑，水花四溅，不知为何突然相视而笑，仿佛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。到达萧景明的卧房时，两人都已半湿。房间宽敞整洁，书架上摆满了书籍，墙上挂着几幅字画，一张古琴安静地躺在角落。换件干衣服吧，萧景明从衣柜里拿出一套自己的衣服递给他，虽然不合身，总比湿着强。严笑笑接过衣服，萧景明体贴地退出房间，让他更衣。换好衣服后，严笑笑忍不住笑了。萧景明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大了不止1号，袖子长得盖住了手指，裤脚拖在地上，活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。萧景明回来时也换了一身便服，看到他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声，抱歉，没有适合你的衣物。没关系，严笑笑挽起过长的袖子，至少是干的。萧景明命人生了炭盆，两人坐在炭盆旁烤火取暖。雨依然下个不停，敲打在窗棂上的声音形成一种奇妙的韵律。冷吗？萧景明问。严笑笑摇头，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喷嚏。萧景明皱眉，起身从床上拿过一条锦被，轻轻披在他肩上，别着凉了。他的体贴让严笑笑心头一暖。裹着带有萧景明气息的锦被，烤着温暖的炭火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他突然有种奇异的归属感，仿佛这里才是他应该存在的地方。在想什么？萧景明问。严笑笑回过神，在想这场雨什么时候停。萧景明轻笑，我倒希望他多下一会儿。为什么？因为萧景明看着他，眼中闪烁着温柔的光芒，这样你就能多留一会儿。严笑笑的心猛地一跳，不知该如何回应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。王爷，紧急军报！侍卫的声音透过雨声传来。萧景明叹了口气，起身开门。侍卫递上一封火气风间的信函，低声说了几句。萧景明面色骤变，快步回到严笑笑身边。出什么事了？他担忧地问。萧景明沉声道，金兵南下，已攻破数城，皇上命我即刻启程前往前线督军。严笑笑倒吸一口冷气。历史上这次金兵南侵确实发生过，但细节他已经记不清了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明日卯时。萧景明眉头紧锁，笑笑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知道这场战争的结果吗？严笑笑努力回忆，在我的历史书上，这次南侵最终被击退了，但具体过程我不太清楚。萧景明握住他的双手，跟我一起去。有你预知战局的能力，我们能少走很多弯路。严笑笑愣住了。随军出征，这意味着他要亲身经历战争的残酷，但看着萧景明恳切的眼神，他无法拒绝。好，他听见自己说。萧景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随即又变得严肃，但前线危险重重，你必须时刻跟在我身边，听从我的安排。严笑笑点头答应。窗外的雨声渐小，阳光开始透过云层。两人沉默地坐在炭盆旁，各自沉浸在即将分离的思绪中。笑笑，萧景明突然开口，如果这次我能平安归来，你愿意一直留在这里吗？严笑笑抬头，对上他认真的目光。这个问题的分量让他一时语塞。留在这个时代，放弃现代的一切？但看着眼前这个为他挡雨、为他担忧的男子，他突然意识到，
也许有些感情，值得跨越千年的时空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能选择留下，他诚实地说，但如果可以，我愿意试试。萧景明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他轻轻握住他的手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雨停了，阳光洒满房间。严笑笑看着两人交握的手，突然对未来有了期待，不管那个未来是在现代还是古代，只要有他在，似乎都值得期待。然而，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。就在萧景明出征前夕，一道圣旨突然降临王府。皇帝听闻萧王府有位能预知未来的奇女子，命即刻带入宫中问话。当传旨太监间隙的声音宣读完毕，严笑笑和萧景明面面相觑，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不安。是谁走漏了风声？皇帝召见意味着什么？严笑笑的身份一旦暴露，将面临无法预料的危险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闻萧王府有其女子能预知未来，这即刻带入宫中问话。钦此。太监间隙的声音在王府大堂内回荡，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宁静。严笑笑跪在萧景明身侧，感觉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。他微微抬眼，看到萧景明绷紧的下颌线和攥得发白的指节。臣领旨。萧景明的声音低沉而克制。太监满意的点头，将圣旨交到萧景明手中。王爷，皇上说了，今日未时前要见到人。萧景明站起身，面色阴沉如水，本王亲自送他入宫。太监面露难色，这皇上只说要见这位姑娘。本王说了。萧景明一字一顿道，亲自送他入宫。那不容置疑的语气让太监缩了缩脖子，不敢再多言。待太监退下后，严笑笑终于忍不住开口，怎么会这样？谁告诉皇帝我的事？萧景明眉头紧锁，秦桧。一定是他。前日他在御书房外撞见我们讨论金兵南下之事，必是起了疑心。严笑笑心头一颤。秦桧，历史上著名的奸臣，岳飞的死对头。如果被他盯上，我不能去。他抓住萧景明的手臂，太危险了。秦桧若知道我能预知未来，一定会。别怕。萧景明附上他的手，声音坚定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我们一起面对。他的眼神沉稳如磐石，让严笑笑慌乱的心稍稍安定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点了点头。未时将至，一辆华丽的马车停在王府门前。严笑笑换上了一套素雅的衣裙，将手机和素描本藏在贴身的暗袋里，这是他与未来唯一的联系了。记住，上车前，萧景明低声嘱咐，只回答皇帝的问题，不要主动提供信息。尤其是关于朝廷大臣的任何评价。严笑笑紧张地绞着手指，如果他问我大宋的未来，就说天机不可泄露太多。萧景明轻轻捏了捏他的肩膀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马车缓缓驶向皇城，严笑笑透过纱帘望着外面繁华的街景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短短1个月前，她还是个普通的现代女孩，如今却要面见南宋皇帝，卷入历史的漩涡中。皇城比想象中更加宏伟壮观，朱红的宫墙高耸入云，金色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穿过一道道宫门，侍卫的盘查越来越严格。终于，马车停在一座精致的宫殿前。垂拱殿到了，请王爷和姑娘下轿。侍卫恭敬地掀开车帘。严笑笑跟着萧景明走进大殿，心跳如肋骨。殿内陈设奢华却不失雅致，淡淡的龙涎香弥漫在空气中。正前方的龙椅上坐着一位身着明黄龙袍的中年男子，正是宋高宗赵构。臣萧景明参见陛下。萧景明行了大礼。严笑笑赶紧跟着跪下，额头触地，民女严笑笑拜见皇上。平身。皇帝的声音温和中带着威严。严笑笑小心翼翼地站起来，不敢直视天颜，只看到皇帝保养得宜的手和绣着金龙的袖口。这位就是能预知未来的奇女子？皇帝问道，语气中带着好奇，抬起头来让朕看看。严笑笑慢慢抬头，对上皇帝审视的目光。赵构比他想象中更加儒雅，眉目间透着书卷气，
但眼神深处藏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多疑与不安。却非寻常女子，皇帝端详片刻后评价道：装束奇特，气质不凡。萧爱卿，他是何方人士？萧景明正要回答，殿外突然传来通报声，丞相秦桧求见。皇帝微微皱眉，宣。严笑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片刻后，一个身着紫袍、面容精瘦的中年男子迈着方步走进大殿。他先是向皇帝行礼，然后转向萧景明，脸上堆起虚假的笑容。萧王爷，别来无恙啊。萧景明冷淡地回礼：秦丞相。秦桧的目光随即落在严笑笑身上，那双细长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金光，这位就是传说中的奇女子。严笑笑感到一阵寒意顺着脊背爬上来，秦桧的眼神像毒蛇一样阴冷黏腻，让他本能地想要后退。秦爱卿来得正好，皇帝开口道：朕正要询问此女预知未来之事。秦桧拱手：臣正是为此而来。近日城中传言萧王府藏有妖女，能惑人心智，臣担心陛下安危，特来一探究竟。妖女？萧景明声音陡然提高：秦丞相慎言，严姑娘乃西域奇人，通晓天文地理，何来妖女一说？秦桧不慌不忙：既如此，不如让此女当场展示一番，若真有预知未来之能，自然可证清白。皇帝点头赞同：有理。严笑笑，你可愿为朕预测一事？严笑笑手心沁出冷汗，他瞥见萧景明微微摇头的暗示，定了定神道：回皇上，民女能力有限，不敢妄言天机，但若陛下有问，民女当尽力回答。好，皇帝思索片刻，那朕问你，此次金兵南侵，结果如何？严笑笑回忆着历史课本上的记载，金兵虽来势汹汹，但必将无功而返，3月之内自会退兵。哦，皇帝挑眉，为何如此肯定？因为严笑笑谨慎地选择着词语，金国内部不稳，此次南侵不过试探，一旦遭遇顽强抵抗，必会退兵议和。秦桧突然冷笑：好一个议和，此女分明是在蛊惑人心。陛下，臣得到密报，此女来历不明，言行怪异，极可能是金国派来的细作。荒谬！萧景明厉声喝道：严姑娘是本王府上贵客，岂容你随意污蔑？皇帝抬手制止两人的争执：严笑笑，朕再问你一事，若能答对，朕便信你。朕的第7子赵敦将来命运如何？严笑笑心头一震。赵敦，未来的宋孝宗，南宋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，但他能直接说出来吗？陛下，他犹豫道：天机不可泄露太多，但民女可以说，七皇子将来必成大器。秦桧立刻抓住把柄：陛下明鉴，此等模糊言辞，谁人不会说？分明是江湖术士的伎俩。皇帝面露失望，正要开口，殿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名侍卫慌张闯入，报：前线急报，金兵突然撤军30里，似有退兵之意。殿内一片哗然，皇帝猛地站起：何时的事？就在2个时辰前。前线将士不明原因，只看到金兵匆忙拔营北撤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严笑笑，包括皇帝震惊的眼神和秦桧阴鸷的注视。你真的能预知未来？皇帝的声音带着不可思议。严笑笑还未来得及回答，秦桧突然高声道：陛下，此女能预知金兵动向，更证明她是金国细作，正常人岂能知晓敌军机密？萧景明怒不可遏：秦桧，你血口喷人，够了！皇帝拍案而起，面色阴沉：严笑笑，朕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证明你的能力，否则……严笑笑知道已无退路，他深吸一口气，从贴身的暗袋中取出手机，周围立刻响起一片惊呼，侍卫们纷纷拔刀护驾。妖女祭出法器了！秦桧尖声叫道。都别动！萧景明一个箭步挡在严笑笑身前：陛下，请容他解释。严笑笑迅速解锁手机，调出相册中保存的现代城市照片，双手呈上：陛下，这是民女故乡的景象，1000年之后的临安城。
皇帝将信将疑地接过手机，当看到屏幕上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、川流不息的车辆和灯火辉煌的夜景时，他的手明显颤抖起来。这是何等神迹！皇帝喃喃道，将手机传给身旁的太监。画中景物栩栩如生，却非笔墨所绘，建筑如此之高，道路如此之宽。秦桧凑上前看了一眼，脸色大变，陛下，此乃妖术。那画中分明是阴曹地府的景象。不，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殿外传来，那是未来的世界。众人回头，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道士缓步走入大殿。皇帝立刻起身相迎，张天师，您怎么来了？老道士向皇帝行礼后，径直走到严笑笑面前，目光如炬，姑娘，你来自何时？严笑笑震惊地看着老道士，不知该如何回答。萧景明紧紧握住他的手，给他无声的支持。天师认得此物，皇帝指着手机问道。老道士点头，贫道曾在祖师留下的典籍中见过类似记载，此物名唤手机，是未来世界的通讯工具。这位姑娘，她深深看了严笑笑一眼，恐怕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。殿内一片哗然，严笑笑感到双腿发软，萧景明的手臂成了她唯一的支撑。穿越时空，这怎么可能？皇帝难以置信地问。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老道士捋着长须道，贫道观此女面相，确实非俗世中人。他所言未来之事，恐怕不假。秦桧眼见形势逆转，突然高声道，即便如此，此女扰乱时空秩序，也当诛之。天师不是说过，擅自改变历史者必遭天谴吗？老道士沉吟片刻，确有此事。时空错乱会导致因果混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皇帝面露难色，那依天师之见，此女必须送回原本的时代。老道士斩钉截铁地说。萧景明闻言，立刻将严笑笑护在身后，不行，谁也不能带走她。萧爱卿，皇帝厉声喝道，你可知你在说什么？萧景明跪地叩首，声音却坚定不移，陛下，臣与严笑笑两情相悦，已定终身，求陛下成全。严笑笑呆住了，他没想到萧景明会在这样的场合公开他们的关系，甚至不惜违抗皇命。秦桧阴恻恻地笑道，萧王爷被妖女迷惑，已失心智，陛下当立即将妖女收押，择日处决。你敢？萧景明猛地站起，手按剑柄，眼中杀意凛然。殿内气氛瞬间剑拔弩张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老道士突然高声喝道，且慢！所有人都看向他。老道士走到严笑笑面前，严肃地问，姑娘，你可知如何回去？严笑笑摇头，我不知道怎么来的，更不知道怎么回去。老道士又转向萧景明，王爷，即便留下他，你们之间也隔着千年时光，这份情缘注定艰难，你当真不悔？萧景明毫不犹豫，不悔。老道士长叹一声，转向皇帝，陛下，依贫道之见，此女并无恶意，反而能助我大宋预知危机，不如暂且让她留在萧王府，由贫道设下禁制，防止她泄露过多天机。皇帝思索良久，终于点头，就依天师所言，但严笑笑不得离开临安城，萧爱卿需严加看管。秦桧不甘心地还想说什么，皇帝已经挥手退朝。离开大殿时，严笑笑感觉秦桧阴毒的目光如影随形，他知道这件事还没结束。回到马车里，严笑笑终于支撑不住，瘫软在座位上。萧景明紧紧抱住他，没事了，有我在，你不该那样做的。严笑笑声音颤抖，违抗皇命，公开我们的关系，这会害了你。萧景明捧起他的脸，目光炽热，我不能再隐藏了。笑笑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突然消失，所以每一刻都必须珍惜。严笑笑眼眶发热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滑落。萧景明轻轻吻去她的泪水，然后附上她的唇。这个吻温柔而坚定，仿佛在无声地宣告，无论面对什么，他们都将一起面对。然而，命运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当晚，严笑笑在整理随身物品时，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电量仅剩5%。
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：时空通道即将再次开启，请确认是否返回。倒计时23点59分59秒。严笑笑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看到的内容。1个月前的愚人节玩笑，如今竟然再次出现，而且给了他选择的权利，留下或回去。他颤抖着手指点开详情，屏幕上显示：由于时空异常，您获得一次选择机会，留下或返回，选择后将无法更改。注意，历史人物萧景明原定于绍兴13年战死沙场，您的存在已改变历史轨迹。严笑笑如遭雷击，萧景明会战死沙场？就在明年。他突然想起历史上确实记载过一位萧姓王爷在金兵南侵时殉国，难道那就是？手机突然震动，又一条消息弹出：特别提示，若选择留下，历史将永久改变；若选择返回，历史将恢复原状，请谨慎选择。严笑笑瘫坐在床边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他该怎么办？如果回去，萧景明将按历史轨迹战死；如果留下，他将永远告别现代的一切，而且可能引发无法预知的蝴蝶效应。门外传来萧景明的脚步声，他慌忙擦干眼泪，将手机藏好。笑笑，萧景明推门而入，脸上带着笑意：我让人准备了。他的话戛然而止，敏锐地察觉到他的异常。怎么了？严笑笑强颜欢笑：没什么，只是有点想家。萧景明坐到他身边，轻轻揽住他的肩膀：跟我说说你的家，你的时代。严笑笑靠在他肩上，开始描述未来的世界：高楼大厦、汽车飞机、互联网、智能手机。萧景明听得入神，不时发出惊叹，听起来像个奇迹般的时代。他轻声说：你一定很想回去。严笑笑没有回答，只是更紧地依偎着他。萧景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抬起他的下巴：笑笑，如果你有机会回去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严笑笑心跳漏了一拍：你怎么？我猜的。萧景明苦笑：像你这样来自未来的奇迹，怎么可能永远被困在过去？严笑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里面盛满了不舍与爱意，却没有一丝责备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。如果有选择，他轻声说：我选择留下，因为这里有你。萧景明的眼睛亮了起来，像夜空中突然绽放的星辰。他紧紧抱住他，声音哽咽：谢谢你选择我，笑笑，我发誓会用一生来珍惜这个选择。严笑笑回抱着他，心中做出了决定。他悄悄摸出手机，看着倒计时1分1秒的流逝。当最后1分钟来临时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在留下的选项上轻轻一点，手机屏幕爆发出耀眼的白光，然后彻底黑屏，再也无法开启。严笑笑感到一阵奇异的感觉流过全身，仿佛某种束缚被解开了。怎么了？萧景明担忧地问。严笑笑微笑着摇头：没什么，只是我刚刚正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人。萧景明不明所以，但看到他脸上的笑容，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他低头吻住她的唇，这个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烈，仿佛要将所有的爱与承诺都倾注其中。窗外，一轮明月高悬，洒下清冷的光辉。1000年前的月光与1000年后并无不同，照耀着这对跨越时空的恋人，见证着他们不顾一切的爱情。1年后，金兵再次南侵，萧景明奉命出征，严笑笑女扮男装随军同行。凭借对历史的了解和现代人的智慧，他帮助萧景明捋出奇谋，不仅避免了原本战死的命运，还成功击退了金兵。凯旋之日，皇帝龙颜大悦，亲自为两人赐婚。婚礼当日，临安城万人空巷，百姓争相一睹这位传奇的未来王妃风采。婚后的岁月里，严笑笑运用现代知识改良农业技术，推广卫生理念，帮助萧景明治理封地，使百姓安居乐业。两人育有2子1女，皆聪慧过人。每年愚人节，严笑笑都会准备一些现代的小把戏逗萧景明开心，而萧景明则会画一幅他的肖像，记录他1年来的变化。那些画作流传后世，成为珍贵的文物，
画中女子神秘的微笑和奇特的装束引发了无数猜测。没有人知道，那是一位来自未来的女子，在愚人节的玩笑中穿越时空，找到了真爱，并为之放弃了回归的机会。她的故事成为了穿越时空的爱情传奇，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缝隙中。